Hey, what's up？ 欢迎来到 Tech Buzz， 我是 Jupiter。经过了10几年的发展，中高端的迷你主机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台式机，成为我们的生产力工具，甚至是游戏机。而今年 AMD RDNA 2核心的引入，补齐了这类产品的最后一个性能短板。我们今天要评测的林克 A416 Pro 搭载了性能超强的 AMD 锐龙7 680H 8核处理器，基于 RDNA 2的 Radeon 680M 核心显卡。DDR5 4800兆赫兹的内存，以及 PCIe 4.0×4的固态硬盘，包装盒的颜色很喜庆啊！正面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阿拉伯数字8，说明这台迷你主机拥有8个 CPU 核心。下方则详细的标注了处理器和显卡的型号。除了迷你主机之外，配件包括了一个很大的120瓦电源适配器、一本使用说明书、2根 HDMI 连接线、一个 VESA 支架、一包螺丝钉和一个替换的红色顶盖。林克最近2年以来一直在改进旗下产品的外观设计。A416 Pro 的机身采用了墨绿色的镁铝合金外壳，顶部则是藏青蓝色的织物面料，触感非常的舒适。顶部的右下角可以隐约看到林克的英文商标和 ACR 的信号标识。顶盖非常容易拆卸和更换，不过随机附赠的是一块红色的顶盖。我个人是不太接受这样高调的红绿搭配，还是觉得原来的颜色更顺眼一些。织物的面料可以透气，但却有一定的防水功能，水滴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渗透到下方。下面我们来看看接口配置。正面从左到右有一个 CMOS 清除插孔，2个10GB 带宽的 USB 3.2 接口，一个20GB 带宽的 USB 4接口。它支持 4K 60赫兹视频输出和 PD 3.1 的供电。最右边还有一个 3.5 毫米的音频接口，当然自然也少不了带 LED 的红色电源键。更多的接口在机身背面，包括一个 2.5G 的网口，一个10GB 带宽的 USB 3.2 接口，一个 USB 2.0 接口，2个支持 4K 60赫兹输出的 HDMI 2.0 接口，以及一个 DC 电源接口。林克 A416 Pro 的外壳四面透气，除了顶部以外，左侧、右侧和背面均有较大面积的散热孔。机身的底部有2个防滑橡胶条，中间则用文字标注了进入 BIOS 和启动菜单的快捷键。虽然前置的 USB 4接口带宽是 20GB 而非 40GB， 但使用雷电4协议的移动硬盘测试，数据传输的速度已经超过了 20GB 带宽的上限。这个接口还能支持 PD 3.1 的供电，但遗憾的是我这台是工程机， BIOS 中暂未开放这个功能。实测用绿联的140瓦氮化钾充电器无法为 A416 Pro 正常供电，后续如果可以拿到零售版的机器，我会再为大家测试一次。相比上一代的 A415 系列， A416 Pro 在主板和底板之间增加了一个一体成型的金属支架，中间有一个3505的风扇，专用于对固态硬盘进行散热。机器标配了 32GB 的 DDR5 内存和 512GB 的 PCIe 4.0×4 的固态硬盘，品牌均是英瑞达。除了 M22280 的固态硬盘之外，我们还能再安装一块 2.5 寸的 SATA 3硬盘。A416 Pro 搭载了强大的锐龙7 680H 处理器，它基于台积电6纳米制程工艺，拥有8个 Zen 3 Plus CPU 核心，16个线程，最大运行频率可达 4.7 赫兹。最重要的是，它集成了目前最强的 AMD Radeon 680M 核心显卡， 3D 性能甚至超过了一些中低端的独立显卡。在 Cinebench R13 的测试当中， A416 Pro 的 CPU 单核得分1529，多核得分11451，其中多核成绩与搭载了 i5-1240P 的英特尔 Luxor Pro 华尔街峡谷基本打平，但相比上一代的 580H 提升不大。Geekbench 5.4.1， CPU 单核得分1574，多核得分9221，都几乎和 i5-1240P 的小主机打平。OpenCL 的得分更能体现 CPU 和显卡的综合性能，而 A416 Pro 在这项测试当中的得分几乎是上一代锐龙小主机的2倍，这完全是得益于更强大的集成显卡。而在专注于测试游戏性能的 3D Mark 当中， A416 Pro 的 TimeSpy 得分2677， Firestrike 得分6405， Skydiver 得分22443，相比 AMD 平台的上一代小主机或者英特尔平台的迷你主机都高出了 50% 以上。而在测试综合性能的 PC Mark 10当中， A416 Pro 的最终得分是6757，比 i5-1240P 的小主机高出了 20% 以上。而在最新版本的鲁大师测试当中， A416 Pro 的综合性能得分1026806，超过了全网 81% 的设备。标配的固态硬盘是英瑞达的 P3 Plus， 规格是 PCIe 4.0×4， 在 Crystal Diskmark 的测试当中，读写速度都还不错。
用 ACI 6 Pro 来进行生产力的任务，有着非常好的体验。在 PowerDirect 当中进行多轨的 4K 视频剪辑，各种渲染和处理都是行云流水。用硬件编码的方式生成一段10分钟长度的 4K 视频文件。ACI 6 Pro 最终耗时7分44秒，相比锐龙7 580H 和酷睿 i7 1195 G7 的小主机都快了很多。而使用开源视频转制软件 Handbrake 1.4， 将一段3分11秒的视频由 4K 30fps 转码为 1080p 30fps。ACI 6 Pro 同样耗时最短。相比上一代锐龙或者英特尔酷睿平台的小主机， ACI 6 Pro 的最大优势在于游戏性能。原神 1080p 加重点特效，画面可以持续稳定在60帧。切换到高特效之后，虽然帧率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平均仍旧高达50帧每秒，可以算得上是非常流畅了。吃鸡的游戏《和平精英》1080p 分辨率加中等画质，平均帧率能够达到80fps。尽管在少数较复杂的场景当中，即时的帧率会下降到60fps 左右，但视觉上总体仍很流畅，没有丝毫的卡顿感。同样流畅的还有 CSGO 反恐精英，即使把画质调到最高，整个画面也都是行云流水。遗憾的是，游戏家未能启动，所以我们看不到即时或者平均帧率。即便是对显卡有很高要求的巫师3 1080p 分辨率较重的画质之下，平均帧率也能达到52fps。对于一款1升不到的迷你主机来说，已经很棒了。由网易游戏出品的战役 1080p 中特效的平均帧率45fps， 不过在部分激战的场景当中，即时的帧率会下降到30多帧，谈不上特别流畅，但比起去年 GTA 5平均30帧的成绩，仍旧是有很大提升。并不是显卡性能的英雄联盟，自然更不会对 ACI 6 Pro 造成任何压力，平均156帧的成绩也在情理之中。这些就是我此次测试的全部游戏，可以看出微量680核显的性能足以在 1080p 分辨率下运行几乎所有的主流3A 游戏，已经能够比肩 GTX 1050 Ti 这类中低端的独立显卡。实测 ACI 6 Pro 能够流畅播放 8K 30帧每秒或者 4K 60帧每秒的网页视频，而且播放过程当中 CPU 和显卡的占用率都非常低，但在播放 8K 60帧每秒的网页视频的时候，整个画面会非常卡顿，而且这时候 CPU 的占用率仍旧不到 10%， 说明在音解码失效的时候，系统并没有充分利用 CPU 的软件解码。所以 ACI 6 Pro 的视频播放能力相比英特尔酷睿平台的小主机仍旧有一定的差距。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功耗、噪音和稳定性的表现。ACI 6 Pro 的待机功耗差不多9瓦，而且低负载运行时几乎没有噪音。而 CPU 和 GPU 满在压力测试的时候，功耗的最大读数可达 71.9 瓦，但风扇的噪音在我测试过的迷你主机当中仍旧算相对比较温柔的。总的来说，林克 ACI 6 Pro 是直至目前各方面都让我最满意的迷你主机。对于 90% 以上的消费者来说，它能够完全替代主流台式机，满足我们包括影音、办公、创作和游戏等各种需求。ACI 6 Pro 目前准系统的售价2558元，性价比也相对较高。如果你想要购买一款能干活又能玩游戏的迷你主机，它或许是你最好的选择。OK， 这个评测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Peace out。